Hello，大家好，我是杜比李亮。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搭建一个杜比全景声的手机游戏。这张图我们展示的是部分支持杜比全景声游戏的手机。那用户用这一类的手机就可以在耳机和外放的情况下来听杜比全景声。所以我们的软硬件需求是这样的：杜比的手游 WES 插件，然后一个 WES 2017以及之后的版本，以及一个杜比全景声的安卓或 iOS 设备。我们先看怎么下载杜比全景声的手游插件。大家可以在浏览器上直接敲这个链接。然后点击 Download， 这时候会让你注册一个杜比的账号，然后你按照那个流程去注册。注册好之后呢，再点击 Download 就可以下载这个插件了。好，那我们先在 WES 和 Unreal 里面介绍一下杜比全景声手游插件的安装。大家看这个窗口，左边是我们下载到的 WES 插件，右边是我安装的不同版本的 WES Editor。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项目是用的 WES 2019，我们就打开对应的2019的文件夹 ，WES Editor 也打开2019，然后 Authoring x64 Release Bin Plugins 这个文件夹是 WES Editor 里边在 PC 上运行的时候所有的插件存储的位置。我们把对应的我们下载的插件全都 copy 过去，或者直接拽过去。如果你已经安装了，就可以点 Replace。我们来找一下，好 ，WES Editor 里边就装好了我们这个插件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对应版本的库文件安装到 Unreal 项目里边。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Unreal 的 4.26， 所以我们在下载的插件文件夹里边找到对应的文件夹，在 Plugins WES 先定位到这个文件夹里边，然后在右边的话呢，我们找对应的 Unreal 项目。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2019的项目，也就是说已经集成好了 WES 2019了。然后我们找到集成好的 WES 文件夹 Plugin WES。这时候大家发现这里边也有一个 third party， 然后左边也有一个 third party， 然后我们把对应的 third party 里边的所有的 library 库文件全部的拽到右边，或者是 copy paste 的都可以，文件上就拷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改几个脚本，我们打开这个操作手册，这个操作手册上写的很详细，也就是说这个里边的3、4、5这几个点。第3点，先是找到这个 AK Audio Device .cpp， 先找到这个文件。那我们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找，也可以直接翻文件夹，在 Plugins WES 的 Source AK Audio Private 在这里边找到 AK Audio Device .cpp， 我们双击进来，然后找这个 Include 这个插件的位置，这里边 Include， 然后我们把杜比的这2行 copy 进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点。第4点是要拷贝的是 iOS， 为了打包 iOS 要加2行这个 include 的脚本，就是在红圈里显示的这个路径，也是 AK Audio 下面在 private 的 generated， 打开这个里边的 AK iOS plugin .h，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在这边把我们这2行脚本加进来 if platform iOS。 对，接下来是第5点，还有一个位置需要改一下，是在 AK Audio Build .cs 上面 AK Audio Build .cs。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2019的，所以我们直接照着下边这个2019是找到一个 list， 这个 list 里边是一些 AK Sound Engine 啊之类的这样的库文件，找到它，然后把杜比的2个插件库也加进去 ，copy paste。好，我们保存，然后 compile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WES 2019里边的杜比全景声手机游戏设置。那这个工程呢，用的也是类似的。我们的 master bus 会直接输出到 system， 然后我们会建2个子的普通 bus， 一个叫 Dolby Atmos 设成 7.1.4 模式，一个是 Stereo 设成 2.0 模式。然后在这个 Dolby Atmos 这个 bus 下建一个 SFX 子 bus， 在 Stereo 下面建一个 Music 子 bus。然后 7.4 bus 我们插入这个杜比 Atmos Renderer 这个插件。杜比 Atmos Renderer 这个插件的作用呢，一个是在 PC 上在制作的时候提供一个双耳监听，或者是一个切换成一个立体声的监听，或者是一个喇叭外放的监听。然后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真正打包到 iOS 或安卓上的时候，它会去拉这个 7.4 的声道的声音给设备进行处理。然后在 Stereo 这个 bus 上，我们插入 Dolby Stereo Renderer 这个插件。
那这个 Dolby Stereo Renderer 目前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录制游戏用的。因为如果你想录一个游戏的 gameplay 的话，只有 7.1.4 的 Atmos 的声音元素是少东西的，你就要这个插件来把东西补齐。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这个插件不做任何其他的处理，所以我们也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个插件也挂着。那当然，声音的元素的话 ，SFX 还是去到 SFX Bus，Music 去到 Music 的2D Bus，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打包 Soundbank 了。打包，然后 Generate Sound Data。在我们在播放之前，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在监听，其实如果你是只做一个 Atmos Mobile Game， 你可以是关掉这个 Dolby Access 上的所有的处理的，让你的 PC 处于一个很普通的立体声监听模式。这时候我们点击 Play， 然后开 Profile， 我们发现两个插件已经都在工作了。如果我双击这个加载插件的 Dolby Atmos Bus，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虽然是一个 7.1.4 的一个排列，但只有左和右在打表，这是因为 WISE 的表头只能看插件后的表。如果我们把这个 Bypass 勾上，就会发现哦，这个 7.1.4 的表该在哪的都在哪了。那我这边有个建议，就是在 Dolby Atmos 总 Bus 的下面建一个子 Bus， 叫做 Dolby Atmos Metering， 这样的一个专门用来看表的一个 Bus。然后这个 Bus 为了让它工作，我们可以挂任何一个普通的 WISE 效果器，比如说 WISE Gain， 它就可以把表亮出来。然后我们平时看这个 Metering 的表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呢，我们建议所有的声音处理都是挂在杜比插件之前，比如说你的总的音量控制以及总的 limiter，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打包到安卓之后，你所有的声音处理才是有效的。不然的话，Dolby Atmos Renderer 插件提前把信号送给手机了，你在它后面的 Master Bus 再做处理就不起作用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WISE 2021里边的杜比全景声手机游戏设置。我们为了防止 double processing， 也就是杜比的手机插件处理一次，然后杜比 Access 的 headphone 又处理一次，我们建议大家关掉这个 Allow 3D Audio， 这样的话 Dolby Access 就不可能再处理这个信号了。然后所有的 bus 设置还是非常类似，一个 Master Bus 下面建一个 7.1.4 的 Dolby Atmos Bus， 然后下面是 SFX Bus， 然后一个 Stereo 的 2.0 Bus，7.1.4 的 Bus 下面挂 Dolby Atmos Renderer 插件，然后 Stereo Bus 下面挂一个 Dolby Stereo Renderer 插件，其他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Unity 里的杜比全景声手机游戏的 WISE 插件安装。WISE 里面的是跟刚刚的 UE 项目是一模一样的，安装起来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一个 Unity 项目，就进入到 Assets 这个根目录，然后我们打开接入的对应的 WISE 的版本，我这里用的是一个2021的 WISE 版本，直接把 Unity 文件夹里边这个.Unity Package 这个文件往我们的 Asset 里面一拽，就会弹出我们需要安装的所有的库，然后我们只要点 Import 就可以了。更多信息大家可以访问 games.dolby.com， 或者是用邮件联系我们，谢谢。